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你们好，芋头吗？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今天宿管阿姨提前跟我们说了，我叫诗琪，她是一诺啊。你的床位在这儿，这个床位也是空的吗？那是一涵的，她还在图书馆没回来呢。这么拼啊？就是说啊，都已经保送华清了，还这么卷。保送华清？我不去图书馆坐几个小时，妆不就白化了？呀，今天回来这么早啊？早点回来迎接我们的新室友啊！哇，好漂亮！我和一涵是数学竞赛保送的，一诺是物理竞赛保送的。你是哪个竞赛保送的呀？你们的好厉害啊！我的成绩也就勉强上个1本。哎呀，我也就是运气好，碰巧竞赛考的全都会，不会的都没考。谢谢，有被安慰到。你要是学习上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一诺啊，他可是5门学科的竞赛都获奖了。可以。我可以教你数学和化妆。化妆就算了，我连蹲坑的时间都没有。如果你在感情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可以问我。你还谈过恋爱？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但是我看过的总裁文数不胜数，还是相当有经验的。他可是理论派高手呢。动手啊！我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刚好给你们带了点见面礼。这些按钮师也不值这么钱，希望你们喜欢。我进入保送生宿舍。快，保送室好，主任要抢糖了，芋头你也快来吃，吃什么吃？快点收拾啊！完了。今天吃的什么锅底啊？主任，今天是辣锅，一起吗？你们吃，我要去其他宿舍了。走啊！主任，走。主任怎么不抓你们呢？吃火锅不是正常吗？芋头，快来吃吧，快要没了。等一下，你们用这种高功率电器不怕火灾吗？宿舍不是不能用高功率的电器吗？经过学校的允许，这间宿舍的电路我已经重新设计改造过了，用的是高稳电流的线。这也太科学了吧！要不吃白不吃。我吃饱了，先去练瑜伽了。我也吃饱了。好撑啊！去图书馆啦？还去啊？化妆了，必须出门。芋头，吃完记得刷锅哦。搞半天，原来是为了让我刷锅。我进入保送生宿舍。这什么物理题啊？根本不是人学的。芋头，你是在变相骂一诺不是人吗？没有没有，有一个全国物理竞赛金牌选手在宿舍，物理题不问他就可惜了。随便问。那一诺，你可以教我这道题怎么做吗？选 B。为什么选 B？ 为什么？对啊，就是有没有解题思路，因为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够了，没有一眼就看出来。对他来说，这些题跟1+1等于2一样简单，看一眼就知道正确答案了。但是要他解释清楚，可就有点费劲了。好吧，等下卸完妆我再教你吧。你不是搞数学竞赛的吗？物理也擅长。他呀，物理竞赛也是拿过金牌的。他更喜欢数学，略知一二，跟一诺比不了。那你还是参加高考吧，物理能拿多少分？拿不了很高分。嗨，没事，反正你就不用参加高考，可能会错个1-2道题吧。所以这道题选 B。哦，懂了。大学姐，您要的东西。好的，谢谢，你回去吧。一涵，送你的。你怎么送我这么贵的护肤套装？我妈说了，做人要知恩图报。你教会我一道题，我送你一个小礼物，很正常啊。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吃饭啦，美女们！不急，你先吃。你在干嘛？现在大多数的文啊都是傻白甜女主，我是看不下去。我要自己写一个大女主文。还会写小说啊？写作文都要吐吐。这是他写的第3本小说啦。我就随便写下来，随便写写，再随便开个签售会是吧？你在做实验吗？没有，做个口红玩一玩。自己做口红？对啊。很难吗？他的化妆品啊，大多都是自己做的。以后我一定要把他们都挖到我爸的公司去。一诺怎么不在宿舍？他去帮老师出题了。学生还能帮老师出题？可以啊，物理和数学的大部分卷子都是他出的，就当是兼职啦，能挣点小钱。学生出的题应该不难吧？你做过的呀，你觉得难吗？啊？感觉你们什么都会，不像我干什么都不行。怎么会啊？你不是还给我们打包饭了吗？就是，没有你我们都得饿死。那快吃饭吧，今天是泰餐哦。你们学校食堂还有泰餐？先开刀？不是啊，这是我们家泰国厨师做的，贼正宗，尝尝。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哇，一涵，怎么这么多人给你写情书啊？那点情书对一涵来说不算多了，这还不多？不多，也就3天的量。芋头，既然你拿了，就帮我处理掉吧，好吧？
不过一涵这么多人追你，就一个都没看上，我一定要看上吗？也对。不过哈，我就是有点好奇，你们理想中的男朋友标准是什么样的？我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成绩比我好就行。全省成绩比你好的应该只有一诺。他那个要求啊，确实很简单啦。一诺可是要求对方要证实弦论才行。弦论是？那是一个至今未被证实的物理理论。哈？那要是一直都没有被证实，那一诺不就孤独终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没事，你们聊。你总说我们呢，雨桐，你呢？我啊，我要求不高啊。只要他们家有个上市公司就行了。这还叫不高？不高啊！我妈说了，门当户对就行。让我进入保送生宿舍。17，我这作文怎么才30分啊？关于梦想啊，这应该60分才对，是吧？我就说老师给错分。老师给你30分呢，那是理性的，但是我会给你再加30分的友情。原来我的梦想真的就只值30分。你起码还有梦想，不像我都没有梦想啊！人没有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梦想是虚幻的，是遥不可及的。我只有理想，这有什么区别吗？理想是基于现实的基础且可实现的。那一诺，你的理想是什么？我想论证出我们可以将粒子加速到超光速。论证出来了会怎么样？就能够穿越时空啦。这真的只是一个高中生吗？我就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只要拿个诺贝尔文学奖就行了。写言情小说也行吗？言情小说只是他拿来练手的，他的文章可是在各大报刊都登过的。那一涵，你的理想是什么？我现阶段的理想已经实现了。是吗？保送华清啊。你的理想，我的梦。芋头，你呢？我只要大学毕业后赚的比我爸多。芋头，你这个理想可是有点小哦。很难的，要进入福布斯排行榜才行。保送生状态不好时 ，VS 状态满格时，状态不好时。我发现他们最近状态有点低落。哎，烦死了！状态满格时，奇怪了，怎么突然间3个人的状态变得这么好呀？隔壁的也是。让你们看看我的真本事！为什么你们的状态突然变好了？因为信号满格啊！你们怎么做到的？我们换了新的路由器。换路由器？对啊，以前都是连宿管室的 WiFi，信号太差了，打个游戏看个视频都要加载大半天。这不，我们和隔壁几个宿舍众筹买了华为凌霄子母路由 Q6，一下子就解决了信号差的问题。众筹？是个笨蛋，直接找我买不行吗？不过，子母路由器是……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们在宿管屋里的网口接上了母路由器，然后在每个房间或者是信号死角地方插上子路由器，就能实现统一覆盖高速稳定的 WiFi 类加信号了。一个母路由最多可拖15个子路由，我们跟隔壁几个宿舍都插上了子路由，大家的信号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哇！也就是说，拿你们的信号就往墙上插座插上那个小小个的子路由就行了。没错。这个华为凌霄子母路由 Q6 采用的是凌霄1C 技术，有电就有好信号。不仅如此，凌霄超级组网还能让每个角落都有好网络。对了，你的手机是华为 P60 对吧？先碰一碰路由器联网吧。这个路由器还支持 P60 手机的零息双 WiFi 功能，网速快1倍呢。不信你看看你手机，高科技啊！这么满格的信号，怪不得你们最近状态这么好。那当然，华为凌霄子母路由 Q6 让你信号满格，状态也满格。那我要买15个子路由带回家，买15个那么多，用得着吗？我家那面积，可能15个勉强够吧。让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一诺，阿姨，你怎么来了？17啊，一诺去哪了？阿姨，一诺去实验室了，还没回来，您先坐一下。阿姨，我给你倒杯水吧。哎呀，这个宿舍又来了个保送生，终于凑满4个了。阿姨，我不是保送生。他不是保送生，你校长怎么回事？不是保送生宿舍吗？来，孩子，这是我们家自己种的小芒果嘞，可甜可甜了，尝尝。我这是被区别对待了？谢谢阿姨。妈，你怎么来了？我看你嘞，你都多久不回家了？也不提前说一声。老妈做事还要征求你意见啦？一诺，不要找你一些朋友该交，那些朋友不该交。阿姨，
虽然芋头不是保送生，但是他的成绩也是能上一本的。他跟我们家一路还是没得比，现在桌上全是化妆品，一看心思就没在学习上。阿姨，那是一涵的，他不也保送华听了吗？芋头，楼下有个开保时捷的帅哥找你，好多人在围观。是车牌5个8的吗？是我哥要找我干嘛？5哥？那我先下去了。保时捷，做朋友，你们是好朋友啦。让我进入保送生宿舍。校长，校长好，校长有事吗？我这次来是来通知你们的，有剧组来我们学校拍摄有关于保送生的题材电影。剧组拍摄需要一个保送生当咨询顾问，你们3谁去啊？原来没有我的份，没空，忙啊，不去。这可是咱学校的荣誉啊，那别人挤破脑袋想去都去不了。我们为学校取得那么多荣誉，也不差这一个。赞同。你们就去一个吧，我都答应导演了，你们不去，我多没面子啊！这是校长。不去，我最近在学戏语。学这个不急，学这个干嘛呀？现在想拿篮桥杯全国赛1等奖。那事情你去吧。校长，我写的小说要完更了，真没时间。现在哪有什么人看小说啊？好几万人催更呢。一涵，你必须去。校长，你晚了一步，我已经接受最牛大脑节目组的邀请了。校长，你可以让芋头去啊，他是最了解我们保送生的。学我！芋头不行，芋头爸爸交代过，不让芋头参加，怕影响他学习。这跟芋头爸爸有什么关系？芋头爸爸是最大的投资方。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都10点多了，一涵还不回来，不会出事了吧？别担心，说不定他只是穿越到了4周3届当上神呢。你是不是小说看多了？他去图书馆写学术报告了。学术报告好像是关于数学对于现代医学发展是否做出有效贡献的学术报告。每个字我都认识，怎么连起来我就听不懂？但图书馆不是9点半就闭馆了吗？图书馆旁边有个自习室啊，想待到几点都可以。这么多地方吗？对的，我也没有去过图书馆。怎么可能？我只是去的比较少而已。那个自习室只对保送生。难怪我每次去都没人。但是宿管阿姨10点就锁门呀，一涵岂不是？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我又不是去淄博吃烧烤，怎么可能回不来？他是担心你门禁回不来啊。我们还有门禁啊？原来保送生没有门禁。不过自习室实在不通风，我待了半天都要窒息了。学校对面有一家很大的藏书阁，要是能去那，谁还去图书馆？那里好像不对外开放吧？藏书阁啊？不会又是你家的产业吧？啊，不是，是我表叔家。What the fuck？ 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诗琪，你这小说是真不离手啊！他肯离开船就不测了。对。那个学姐，你可以……不好意思，这周都第5个啦。那个，你可以教一下我这道题怎么解吗？这单项也太老套了吧？这些答案我可以搜一大把。这不是数学竞赛的题吗？因为你获得过数学竞赛1等奖，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我也获得过啊，你怎么不问我呀？这道题的解法很简单，你看，等于38。怎么看一眼就知道答案的？正确答案确实是38，你可以这样解，长得还挺帅，就是成绩不太好，有多不好？才年级前10，年级前10，这成绩不好吗？不过他们家还没有钱，我的那个公厕就是他爸捐的。哦，厉害，就是这样，明白了吗？谢谢学姐，我懂了。这学弟没有要你联系方式啊？欲擒故纵，别瞎说。他刚才问我问题的时候，是一直在偷瞄芋头哦。哎呦，我最近很看好姐弟恋的哟。不行，我妈要求我们当互对的。你们都很富有啊，不是很合适吗？不合适，他爸捐的是公厕，我爸捐的是教学楼啊。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看来5·1只有我一个人在宿舍。芋头，你放假不回家吗？你怎么也不回5·1学校附近有个签售会，哪个作家要过来？我啊，我应该想到的。一诺，你怎么也不回家？5·1有兼职，又是家教吗？是家教，不过教的是大学生。
一涵，你怎么也不回家？我打算5一期间解一道数学题出来，一道数学题需要5天来解啊！这道题你应该看过吧？这不是伪神出的题吗？所以还是要花点时间解的。他是我姐，这辈子也解不出来。那芋头，你怎么也不回家？和家人吵架了？没有，我帮他们去马尔代夫玩。我不喜欢太冷清的地方。马尔代夫不是挺多人去的吗？人气应该很旺啊。没人啦，他们包倒了。让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为什么我学新知识那么慢？你们一学就会啊？也没有一学就会啦，原来我们都一样。比如说线性代数就要看2遍啊。那是大学课程，我看10遍都不会。看来可能是智商的原因了。我们智商应该是差不多的，不应该吧？我猜110，你多少？148。这就差不多吗？都是100多而已啦。那一诺一涵，你们智商多少？149。一诺你呢？153。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其实学习的好坏不是智商来决定的，努力才是关键。但是我很努力，还是没有用啊。那你可以从侧面切入啊。哦，我懂了。这跟我爸一样，这和你爸有什么关系？我爸数学也不好啊，但是他从侧面切入。怎么切入？他让他银行卡的数字一直在增加，也是数学。切入的好。让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一涵，你终于来啦！我这道化学题看很久了，简单。一涵，你居然还需要请教别人题目，他化学好一点，可是你的化学也不差吧？他是隔壁学校化学竞赛第1名的保送生。这叫好一点吗？可惜没有保送华清，不能跟一涵一个学校，只能凑合去了。能保送已经很好啦。没事啊，大北也不远。大北叫凑合吗？这个怎么合成啊？罗克氙气化反应，常用的氙气化试剂是酸酐或者氙氯。好香的椰子味，头发也变柔顺了。你是换洗发水了吗？是啊。换了这款，我先看看成分。我研究过，洗发水的表面活性剂是起到清洁作用的主要成分，而且还分清水基和清油基。对，这款奥斯袋鼠的椰子洗发水里面就有他们专研的 SC 蓬松水润技术，3重表活，8:1:1黄金配比，能很好的调节水油平衡，所以洗完才会又蓬松又水润，真的蛮好用的。那我试试。质地很清透哎，而且是我喜欢的味道。它里面是真的有高纯萃取的天然椰子精华成分，能给它们深层补水。而且你看，是不是随便推脱就有很绵密的泡沫，这样才能真正洗干净我们的头发。还有护发素别忘了，里面有大小适配的水润分子、小分子渗透补水、大分子锁水。哇，它这个好蓬松啊，发尾也是能像滑稽一样耶。你这个化学没白学啊，发现了这个宝藏。好羡慕你们可以学以致用，不像我，学什么都是半桶水。我只是昨天刚好研究了一下才知道的。是啊，我们其实也没有懂很多，都是在不断学习啦。那我也要买同款，我给你发链接。不用。你买洗发水为什么打开炒股软件？我爸说了，喜欢什么就买下那家公司的股票。让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一诺，你不是说你不会打羽毛球吗？我只是观察了你打羽毛球的起拍点，再考虑空气动力学的修正，大概能判断出羽毛球的落点。这么容易算的吗？不难，只要用到流体力学的概念之一雷诺数。这叫不难吗？玉桃，我来陪你打吧。我没力气了，一涵你去吧。别，我这段可花了2个小时。那个，我能加入你？可以啊，实习正好缺个对手。你羽毛球怎么样？我还可以。那来呀。那个，如果我赢了，可以要个联系方式吗？原来是要芋头的联系方式啊！那你说的话就请我们喝水。你放心，我拿过学校羽毛球第1名。试题竟然只拿到1分，你这叫还可以吗？他拿过世锦赛羽毛球亚军呢。算我们输了，芋头，你把联系方式给他吧。我是想要试起学姐的联系方式。那不算，你谎报实力。那我换左手打。不行，这个场地不够专业，可以去我家打。不行，家里怎么打？怎么可能在客厅打吧？不是，我家高尔夫球场旁边有一个室内羽毛球场，很专业的。我还是给联系方式吧。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一诺，你怎么在做高考物理试卷啊？他在和隔壁学校的保送生比赛。比赛？对啊，这是比赛做高考题，谁用时短？这就是学霸的游戏吗？做完了。一诺，你要试多久啊？23分15秒。
这是人类能做到的速度吗？比上次快了1分钟啊！诗琪，你也参加过这样的比赛吗？比过啊，输了。你还能输？是谁赢了你那么厉害？就一诺啊。啊，那可以。一涵，你怎么了？考试没考过。什么证这么难考？你都考不过？驾驶证科目2又挂了。是侧方停车没过吧？没事啊，多练练就好啦。没车怎么练啊？我老爸之前给了我辆小电动，你可以用它练。一涵考的是小汽车驾驶证C2，不是摩托驾驶证，小电动练不了的。对啊，4轮的小电动嘛。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芋头，你也是华清的保送生吗？阿姨，我不是保送生，不是保送生也没事儿，参加高考，人生也能多一段经历。我当年也是保送的，没参加高考还是有些遗憾的。诗琪啊，照顾好同学，我去厨房忙了。啊，诗琪，你爸不回来陪你过生日吗？我爸最近太忙了，我都很久没见过他了。叔叔是研究新型纳米材料吗？对，快要试验成功了。诗琪爸妈也太强了吧！一诺，你之前找我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还需要吗？哇，这个桌子好好看！这是我妈给我弟买的作业帮学习桌。这个学习桌不仅好看，还很厉害。AI 小班辅导孩子学习，我们家长就省心了，相当于买学习桌还送学习机，性价比很高。诗琪保送也是用了这个学习桌吗？还是您教的好？诗琪的学习从来不用我操心，自己学着学着就保送了。不过这个 AI 办学功能还真挺厉害的，1到6年级的语数英教材都能同步，而且还是语音交互的，像百科全书一样，这种就会超造型。这个桌子也太强了，而且这个椅子的造型也很奇特，这是自适应锥背椅子，会自动贴合后背，能保护脊柱。哇，高级！我也要给家里的弟弟妹妹都安排上。菜做好了，大家先吃饭吧。阿姨，刚才有蛋糕送到吗？没呀。这是什么蛋糕啊？送货都这么庄重。鱼子家天天有蛋糕，我们生日都是这种。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一诺是晕过去了吗？我在求椭圆焦点的向心力法则。向心力法则，用频繁反比定律就可以推导出。给我解析我都算不明白，一诺居然在心算。我们做数学题都是这样的。一涵是在做法吗？他在测量树的高度，这样就能测量出树的高度？这很简单啊，用相似三角形原理。虽然数学存在生活每一处，但我只会加减乘除。芋头，我手机快没电了，可以借你的 OPPO Pad 2给我看完小说最后2章吗？可以开个热点吗？不用开热点呐，只要手机靠近平板就能进行流量共享了。你看。OPPO Pad 2已经连接上了唯一加 F2 手机的5G 信号了，现在国产已经这么厉害了。哎，我刚刚没看完的小说怎么出现在平板上了？刚刚你把网站发给我，我就直接手机接力到平板上了。这个功能还挺适合我的，一加手机和 OPPO Pad 2的互联共享功能，可以让手机和平板像朋友一样互相帮助与配合，为生活和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回去我也要买一个 OPPO Pad 2。本来喊你们出来露营是想放松一下的，没想到你们还是各忙各的。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玩，不谈学习。是不是上错了？这么多烤肉，没有送错，就让芋头破费了。我没花钱。芋头，这露营地不会又是你家产业吧 ？What the fuck？ 进入保送生宿舍，诗琪，我发的学习资料在你的网盘上，你收一下。什么资料？500个 G。一诺，你是让诗琪帮你研究什么吗？这么多资料，这是我不给诗琪的生日礼物。这可是你多年的心血啊！这礼物太好了，这就是学霸之间的礼物吗？呀，这是谁送的礼物呀？这是我给诗琪补的生日礼物。哎，这不是我们玩的蛋仔配对游戏吗？对呀，最近和阿尔卑斯联名了，还有限定的双响棒糖糖皮肤兑换卡。我可是蹲了好久才抢到的阿尔卑斯与蛋仔派对的联名礼盒。这个皮肤好好看，我想要好久了。再来，一涵，尼诺尔称的新皮肤，我们一起闯关。行，我们一口边吃边玩。我挺喜欢阿尔卑斯双响棒棒糖，它们相当美味，当中果味和奶香味结合，很巧。拿去。少不了你们的，那我要巧克力香草味的，我要香橙蜜瓜奶味吧。明天我们一起过6一儿童节吧，我请你们吃饭，想吃什么？北京烤鸭呗。可以啊，那我订机票。吃北京烤鸭为什么要订机票？去北京吃正宗点啊。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一诺，你在研究什么？这么认真？我在研究空调压缩机。研究这个干嘛？一诺是想要研究明白了，然后自己把空调修好。这空调师傅太慢了。果然，这就是保送生的研究态度。
降温神器做好了，这东西也能降温，只要将瓶口朝内固定在窗户上，室内就能降温大概5度左右。这是为什么？这里用的是节流膨胀原理。时间太保送生。为什么还那么热？哎，不如去学校对面的小区空调避暑吧。我爸在那边新买了套房子。那还等什么？我们刚到房间，怎么就这么凉快了？这是新装的美的风松空调智慧版，在 APP 上就能远程遥控空调。我刚在楼下就提前打开空调了，这才刚打开的空调，这么迅速就凉快了。我爸买这款空调风量很大，能实现40秒速，80秒速热。坐个电梯的时间，房间就凉下来了，根本不用倒，而且温度也很均匀，角落的温度也很舒适。这是怎么做到的？还有80度的大风口，上下左右送风，全屋均匀覆盖，而且还能全方位防止吹。现在技术已经这么强，看来我还要花钱买。空调风虽然很大，但却没有什么噪音，压到最大才20多分贝，这噪音控制都这么强，可不是嘛？它还支持 OTA 在线升级，能实现多角度送风、制氢结合热除菌多种 DIY 模式，是一台能为你量身定制的空调。我查了一下，他们的棉环技术太强，这台能够主动给室外机降温，就算60度高温暴晒也不会停机。好羡慕芋头家里有这样的空调，我想很快也会有的。就咱那破学校，怎么可能会有的？为什么？因为我爸爸要捐赠500台到学校。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你们说今年的高考题难不难呢？等会儿就知道了。你不是刚刚新闻里面第一个出考场的考生吗？这是叶涵的表叔。表叔？我才提前20分钟交卷，居然是第一个。今年的题很难吗？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不难，都很基础，我只是多看了几遍试卷。高考这么重要，确实应该多看几遍。不是因为这个，是一诺让我帮他记题，我才多看几遍的。一诺为什么要记题？一诺想要第一时间体验到最新的高考题。这爱好很独特，我只是想看一下今年出题的风格，以后出题可以参考一下。刚才记者采访你，问了哪些问题啊？就问我高考完准备做什么。那你怎么回答？准备复读。你不是说很基础不难吗？我的意思是对一诺不难，我很难啊。那你还提前交卷？那我不会做嘛，跟不做也没用。你们点的橄榄枝，传说中4位数一杯的橄榄枝。对啊，你们不是让我随便点吗 What the fuck？我进入保送生宿舍。哎，你们睡着了吗？没。你们说，10年后我们会在做什么呢？10年后，我是一名人民教师，在教书育人。你不是要读博士吗？本硕博连读完，刚好可以当大学老师啊。原来是大学老师。10年后我应该经常打工了。啊，你不是要搞物理研究吗？一诺说的是科技大厂，搞研发。得让我爸发展新业务。10年后还不知道我在哪呢。为什么这么说？当外交官需要全世界出差啊。那确实是。芋头，你呢？我没有你们那么明确的目标，也不知道自己未来在哪。没事啊，你也不是一无所有，你还有超能力。那我以后开个养老院吧。我爸刚好有套半山别墅，很适合。开养老院确实是时代所需，能赚钱，不是为了赚钱，那是为什么？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养老啦。而且还能一起放牛呢。别说放牛。What the fuck？ 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汉堡这么好吃的食物，到底是哪个国家喜欢呢？德国。不应该是美国吗？美式汉堡这么出名，在19世纪中叶时从德国传入美洲本地。1938年经美国人改良后的美式汉堡才正式出现在餐馆中。一诺不仅物理好，历史也这么好。没有，我只是刚好看过而已。不管你问他历史什么啊，都是刚好看过而已。为什么？因为一诺历史也是满分啊。保送生的刚好看过，这是过目不忘吗？一诺，你怎么点这么多东西？等下我们把钱 A 你吧。不用，你们请了我这么多次，这次该轮到我请客了。那不行，这么多东西得多贵啊！现在商城券解锁好来时，1日全季套餐20.5元起，很划算的。那这个汉堡套餐也有优惠吗？是啊，原价7月3的香辣鸡腿堡2到3人餐，现在只要29.9元，真划算！拍给一涵看，看过的吃过。芋头，不要玩游戏了，再不吃就凉了。我没有在玩游戏啊，我在下单。下什么单？你买那么多干嘛？这么划算，当然多买点啊！一天一份，也只够吃3个多月而已。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在做什么呢？这么认真？我来做2023的高考全国乙卷数学题，看一下能不能做出来。肯定能做出来，这么肯定？这套题采用隔离分析加分类讨论就能做出来。晚上回去我教你，一下就会了。不会吧？看一眼就知道了。不过2023年的数学题好像挺难的。大家不是说今年的数学题很简单吗？对我们来说是很简单啊，但对芋头你现在来说应该很难。非要说出真相吧？有我们在，都会变得简单的。可是没有人能让这道题变得简单。
这道数学题是无解的。这不是无解，只是暂时没有解出来。无解的。有解啊。这是黎曼函数，怎么解啊？这不是有解吗？这么打高尔夫都一身汗，拿去补充点电解质吧。我带了水。这个有解纯电解质水，电解质添加量大于或等于220毫克每瓶，很适合运动完后喝。这个不会很甜吧？这个无糖无气，不添加任何代糖的，更无负担。虽然喝了有解，但打高尔夫还是无解。凡事皆有解，给我赞，你们很快就能学会的。怎么可能？你从小就打高尔夫了，我们才刚打1次。拿起球杆，就像大曲棍球一样，一杆击我进入保送生宿舍。芋头，你怎么回来啦？我在家拿了一些粽子给你们吃。不用，我们每年的粽子都超多的。宿舍有粽子吗？都在啊。主任，你们是犯什么错了吗？主任怎么来啦？8个粽子够吃吗？够了，主任。主任下啦。这就是保送生的端午待遇吗？行，走啊。8个也不多，还好我带了一些。校长怎么也来了？你们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咸的，刚好20个咸菜黄肉粽。谢了，校长。原来这就是粽子超多的原因吗？这么多粽子，我这个你们也凑合吃吧。你这是宝格丽的粽子吗？700开个的粽子，不要凑合吃吗？我进入保送生宿舍。哎，一诺，你怎么也在研究今年的高考题啊？有个朋友让我帮忙解一下这道题，教他。这道题这么难吗？我看你看了好久，还没解出来。是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根本不用打草稿。对，我就多余问。Hello，这是我发小，刚参加完高考。好羡慕你啊！高考完就可以出去玩了。考砸了，没信心去玩。考砸了确实难受，1分之差能追赶1万人呢。高考只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小经历，不能代表什么，也决定不了什么。再说了，我们可以考虑复读嘛。625分确实有点低，要不考虑复读？625分就考砸吗？哎呦，我刚才在胡说八道什么啊？不复读了，随便找个985读吧。我也想随便找个985读一读。你再努力1年，可以的，我可以的，我剪刀还可以的。哎，芋头，你这个剪刀看起来很好用的样子。是挺好用的，当年老师同款，你链接给我，我也要买，给你发过去了。啊，这个剪刀4000多。对啊，性价比很高的。有性价比吗？进入保送生宿舍。今天我们一起玩游戏吧。好啊，我刚好在玩过家家。你居然会玩这么幼稚的游戏？纵火尖叫过家家吗？他最近在玩坎巴拉开房计划，我看了一下，难度还行。对你多好些。对我真的真是。我陪你玩 Switch 吧，刚好我这有几大游戏卡，你拿去玩吧。这是我表姐来参加校友会的，在我家暂住2天。你表姐也是华兴保送生吗？我可没她实力保送。终于有跟我一类的人了。她不是保送，她是考上的好情。果然这间房只有我是一类人。可没试过保送的人生，那该有多遗憾啊！幸亏保送了华清研究生。我平时蛮安慰他。一涵，你最近用的什么洗发水啊？看起来又清爽又蓬松的。我的洗发水老是刚洗不就有？那你该换洗发水吧。刚好我今天送到的透明小黑瓶，成分里面含有椰油酰胺 MDA 护肤级的硬性，而且还加入了特殊阳离子聚合物，很适合我啊。这些成分的作用是什么？表姐，你那套说法一般人可听不懂，你跟他解释吧，我先去试一下。总的来说就是这些成分能够清洁头皮油脂，调节头皮水油平衡，达到延缓出油、补充水分和营养的作用。那特殊阳离子是什么？这是小 K 瓶的互斥离子蓬松技术，加入特殊阳离子聚合物，能够让洗完的头发丝互相排斥，实现蓬松的效果。真的又蓬松柔顺还有光泽，这效果也太好啦！洗完头发很清爽，而且不干涩不卡手。那我让他们都换成这款洗发水，这款确实可以安利给自己的朋友们，不是安利给朋友，那他们是我爸刚收购的900多家理发店。What the fuck？ 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你们在聊什么？我们在过你这次期末考的总分是多少？这是谁出的分啊？我。一诺，你对我这么有信心的吗？我看过试卷，很简单。简单2个字，我可不敢说。对你简单，对芋头可不简单，一诺。我觉得550分左右差不多。这550分你是怎么算出来的？保送生的直觉。这也行。我觉得还是500分的可能性大一些。为什么这么说？根据你平时的月考成绩、最近的学习状态以及考试的难度综合所得。原来试题才是分析最理性的。
玉涛，你觉得你自己能考多少分？分数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啦，最重要的是我每次都努力了，每次都进步一些就行啦。哎呀，我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啦？我要赶飞机。去哪？考完试了，我爸说要请我吃烧烤。吃烧烤跟赶飞机有什么关系？去淄博吃烧烤啊。顺便去看老中医，走啦。我进入保送生宿舍。我刚才还有在看到了校长和教导主任，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他们来我们寝室打卡。我们寝室有什么好打卡的？我们要搬寝室了，他们在赌我们寝室会出一名诺贝尔得奖者。有道理，我也要开个照打个卡。什么？搬寝室？什么时候的事儿？刚刚校长来通知的，我们马上要搬新寝室了。那我还会跟你在同一个寝室吗？芋头，你好像确实被安排去其他寝室了。也是，这本来就是保送生的宿舍。但是我们刚刚跟校长强烈要求要跟你同一个寝室，校长已经同意了。保送生的话语权竟然能影响到学校的决策，那我们什么时候搬？这几天吧。那我多叫几个保镖过来。搬家叫保镖干什么？对啊，总不能让保镖搬东西吧？但是我们家搬家都是要叫保镖的呀。可以理解。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这家店谁找的？有眼光，是一诺找的。想不到一诺对网红打卡店也有研究。一诺用 Python 收集真实的好评数据与反馈，综合筛选出来的。没想到吃个饭也用上了编程，再加印10万份，能弄快点。吃起来忙什么啊？好像是在跟他的编辑打电话，他的新书出问题了。哈，很严重吗？需不需要我帮忙？他的新书一发布就突破5万销量，现在正在沟通紧急加印呢。加印10万份，每份加印19.2元，那一共需要算上折扣16.32万元。这是什么问题？但不愧是一涵，每张纸的成本都不放过。一诺，你怎么啦？一脸惆怅。没事。一诺，你不会以为我们忘了你的生日吧？换上，我们给你拍好看的照片。糟了，我相机忘带了。不用相机，这是我新买的 OPPO Reno 10系列，它拥有旗舰级同框长焦镜头，随手都能出大片。来看这里，对，在小开点，哇，这简直绝了！这个照片质感好好啊，一点都不像手机拍的，很贵吧？你平时不是省钱小能手吗？怎么忍痛买这么贵的手机？一点都不贵 ，OPPO Reno 10系列性价比超高，花3000块就能享受6000元旗舰级同款镜头，而且这可是3星价位段内特别少见拥有长焦镜头的手机呢，物超所值啊！那我也马上搞一台，我也要。肉好啦，先吃吧，一会儿再拍。这牛肉味道真不错，这是今早从内蒙古科尔沁空运过来的牛肉，当然好吃了。这也能吃得出来吗？我可没那么厉害，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给后厨切片的。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这么难抢啊？重在参与。一诺，你不是喜欢这个歌手10几年了吗？你怎么不抢啊？几百万人抢几万张票，我没那个手速。但处理器有这个速度。一诺，你不会已经编好程序抢到了吧？而且我帮你们也抢了。可这样跟黄牛有什么区别啊？用科技打败科技。我算明白了，老师说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什么意思了？你说办场演唱会，你说多少钱啊？门票一场大概是5000万，4场大概是2亿，主要是能够带动当地的 GDP， 一场演唱会估计能带动9亿多的消费。这你怎么知道的？都是根据过去的数据大概推算出来的。不愧是数学竞赛保送生一涵呐！这一次演唱会，我一定要把天文望远镜带去。你是要盯着别人的鼻孔看吗？那我要带相机去拍。我们是看台票，相机应该拍不清吧？1200毫米的镜头应该能拍得清楚吧？1200？对啊 ，EF 1200。那确实是拍得清。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我说了。输了也正常，毕竟我们家闺女刚从日本学完围棋回来，业余武断证书呢。要不我也把那个老师介绍给你，让你爸送你去学一学。不用了，我有个同学下围棋很厉害的，让他教我就行了。这么厉害的同学啊，叫他来跟咪咪下一局呗。那我问一下，怎么一下来了3个？我们来看个热闹。那谁来下棋呀？我来吧。这位同学是什么段位啊？业余2级。2级。下吧。赢了，这才几个回合啊！芋头，你的朋友不太行啊。妈，是他们赢了。什么？业余2级怎么也业余武断？世奇业余2级是5岁拿的，后来就没考过了。原来世奇是个隐藏的围棋高手。白花我几10万，跟我棋盘一个价。棋盘？什么棋盘？水木棋盘啊！我爸给我的20块。
是什么都不记得。我进入保送生宿舍。哎，我看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你们遇到小时候的自己，会对他说什么？我没什么想说的。啊，你还有什么遗憾吗？比如学习上，一诺从小到大都是全校第一。一诺不愧是保送生中的学霸。如果我能遇到，我会让小时候的自己好好学英语。你英语成绩不是很好吗？那只是卷面成绩了。诗琪想要把自己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出版。对，我现在的英语水平还不够。原来是为了文化输出。叶涵，你呢？我要让小时候的自己跟哥哥好好相处。现在也能好好相处啊？没机会了。难道他哥自从他去斯坦福留学之后，好久没回来了？只是出国留学而已，搞那么悲伤干嘛？玉彤，那你呢？我要告诉他，在2015年8月19号，千万不要去妈妈房间。为什么？因为我那天弄坏了我妈的手镯，她骂了我好久。什么手镯啊？因为你们家的财力，至于生气吧？对啊，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生那么大气，她只跟我说那是宾州买绿手镯啊。可是谁会气你？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唉，玉彤，你也是来上补习班的吗？对，你们成绩这么好，怎么也来补习班啊？我们来当代课老师。都是同龄人，你的补习我的补习不是一个样。你怎么在这里唉声叹气的？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补习班的考试考砸了，我是不是太笨了？我考砸不知道多少次了，问题不大，反而能越战越勇。这样吧，趁着大家都在，我们一起陪你出去放松一下。那你们陪我去一个地方。芋头，你带我们来这个秘密基地干嘛？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大吃特吃。今天喝美年达，平时心情不好就会喝美年达，烦恼通通走光。这么多，我以后住你冰箱可以吗？其实我最喜欢的这个混搭口味，还有这个薯条，我都是配着一起吃的，而且切开扫一扫，有机会得到惊喜好礼哦。这个口味之前没喝过，百香果和菠萝多重果味混合，好奇特。我也要试试。好爽口，满满热带风情。我比较喜欢美年达肠味，清爽清新，气泡十足，口感也好冰爽，和炸鸡绝配。既然都喜欢，刚好最近美年达和乐事薯条炒 CP， 我多买了一些，贵阳天然保镖，搬到新景市去。What the fuck？ 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一诺，这么香火锅你不吃，在干嘛呢？吃火锅呢。大家暑假有没有学习什么新东西啊？我每科都复习了一遍，什么都没学。就算没学，也不能当着校长的面说吧。没学好啊，你们肯定是做了更重要的事情。你先吃，先过去。你们真的做了重要的事情吗？也不是很重要，就把大学4年该学什么安排了一下。我也就把大学某些专业的课程都粗略看了一遍。我也只是帮邻居家的小哥和他的同学修改了10几篇论文。还是校长懂保送生。所以你现在拿着平板就是在修改论文吗？用平板去操作写论文，感觉应该不方便吧？毕竟很多功能都不能用，不如电脑上更方便。这不是平板电脑吗？怎么跟电脑窗口一样啊？这是华为 MatePad Pro， 包括华为 PC 应用以及技术。华为平板上的 PC 及 WPS 应用可以实现和 PC 一样的体验。功能上也一样吗？一样的，而且窗口能随处选停，自由缩放，键鼠招呼更加方便。CAZ 格式的论文也能打开？可以 ，PC 及 CAZ Viewer 软件支持一键打开 CAZ 格式的论文，这网下载的文档再也不用转换格式就能够直接用平板进行阅读批注了。怪不得能修改10几篇论文，平板电脑能随身都带着随时用。对，而且它续航很久，并且有超级快充，走到哪都能用，没有掉电的烦恼。我也要买一台，我也买。现在暑假期间在校学生还能参加教育优惠活动，买平板送手写笔，能更划算。那我也要采购一批。采购是大量购买的那个意思吗？对啊，这不也是移动办公的神器吗？可以给我爸的企业员工都装备上。有先见之明。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你们都找了什么工作啊？没招，我在写书。啊，一诺，你也开始写小说啦？一诺在参与编教科书。一诺高中编高数数学题，大学毕业又开始编教科书。也就一诺有正经工作做，我们还是无业游民呢。为什么？工作找的不顺利吗？那太多公司给我们发 offer 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选。原来是我多虑了。哎呀，我等一下还有场面试要面，我忘记了。芋头，你就穿这身去面试吗？一出门就忘了这回事儿。还好我衣柜里有很多衣服，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搭几套吧。好啊。
人越呆越奇怪，是我们美商出问题了吗？芋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昨天加上面试邀约，有一点紧张，又有一点兴奋，一直睡不着。大半夜看面试攻略看了好久。和衣服不搭，估计就是你脸色发黄暗沉的原因。一涵，你不是也经常吃甜食熬夜吗？肌肤状态怎么还那么好？你试下欧莱抗衡小白瓶吧，这个有用吗？当然啊，我平时熬夜都少不了它。它的高纯度烟酰胺和高糖素拿椰黄素不在话下，还能提亮肤色，不仅可以水油抗氧，上了一天班肌肤还不暗沉，还能够对抗肌肤的光老化。那我买来试试。这个用量要大，一次用3泵才能更好更快的帮你解决暗黄肤透的问题。你还不愧是保送生中的护肤专家，那我也多买一些。芋头，人家不是很多公司吗？怎么还要出去找工作？我想靠自己，面试加油。明天来上班吧。耶，好的，我会好好干的。好好干也没事。为什么？这家公司也是我爸的吗？刚被收购。进入保送生宿舍。好无聊啊！一诺，你在看小说吗？我在看论文呢。论文？研究一下设问超导是不是真的可行，找个乐子。看论文等于找乐子吗？对一诺来说就是乐子。师姐，你在玩切水果？没，在做道数学题。无穷小排列的次序维，这是什么题？这是考研高数题。考研高数，算来玩一玩。这是拿来玩的吗？他们就是这样，放假脑袋也不会停下来。要不我们出去玩吧？今天天气这么好，可以打卡拍照。可以。昨天洗了头，今天就这么油啊！不想出去拍照，会很难看。那你试试我新买的海飞丝弱酸控油洗发水，能长效控油。那会不会很伤头皮啊？不会的，它添加了法国甄选海藻精粹，而且还有弱酸吸油科技，配合人体 pH 值，去油的同时还能保护头皮皮脂膜不受损伤。这个洗完之后，感觉头皮真的一点都不油了哎，而且乳顶都变自然蓬松了，夏天用真挺清爽的。那走吧，上溜达。芋头，你带我们来这里打卡，不会又是你家的吧？这次真不是。这个门票多少钱？我们 AA 吧。不用门票，不是你家的也不要门票。我家投资了一点，没有控股，门票不用给。What the fuck？ 我进入保送生宿舍。芋诺，你在干嘛？我在做一件礼物。啊？这什么礼物啊？我自制的公式闹钟。这就是保送生送的礼物吗？芋诺这个公式闹钟，外人确实难看的，不像我们送的就很简单。这世界上的谁都不会高兴。没有啊，主任会很开心的，他能当做你们高三的第一数学考卷。主任是开心了，那我们呢？不过你们送礼物给主任干嘛？每次新学期开学，主任都会送我们东西，所以这是回礼。大家都在呢。主任，快中秋了，听说你们爱吃冰皮月饼，所以就给你们带了一盒广州酒家的流氓诱惑冰皮月饼。这个仿真榴莲外观也太逼真了吧！这个榴莲口味月饼用的可是马来西亚进口猫山王榴莲，果肉含量超过55%，一口下去都是榴莲肉。这个芒果味好浓啊，还能看到一颗颗芒果丁哎。对，芒果和荔枝口味的果肉都是树上自然熟的，口感软糯不腻，冰凉 Q 弹，真的很好吃，你们都试下。谢谢主任，这是我们的回礼。哎呀，你们有心了。行，那我先去忙了。芋头，你什么时候背着我们偷偷吃月饼了？我没有偷偷啊，是不得已的。我爸非得让我帮他的几万名员工挑选中秋月饼礼盒，所以你就选择了广州酒家的流氓诱惑冰皮月饼。对啊。What the fuck？ 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一诺，你在教什么呢？教一涵表妹一道小学数学题。小学数学这么简单，我来教吧。那你来吧。这怎么是奥数题啊？完全不会啊！啊，对了，一涵找我是。还是你来吧，芋头，你来和我打游戏吧。好啊，来，学习我比不过，但游戏我可不怕。KO。为什么保送生游戏也这么强？没事，再来，你先玩，我找师姐有点事。师姐，你怎么了？头啊，终于可以帮助师姐解惑了。愁什么啊？我想买这个霜，我妈说过，想买就买，买了万一不适合自己怎么办？正装挺贵的，原来想要试试，不知道去哪买，还买到假的。你去屈臣氏小程序搜心情事务所，最低1分钱就能领取到大牌的小样试用，领取了怎么取货？去店里领取就好了。领好了，走。您好，已经给您核查成功，给您个小样。您使用后分享试用报告，还有机会获得正装奖励的。以我的文笔，那不是我拿了。我跟你说，它这上面每周都会更新，超多大牌小样，肯定有你想试用的。以后再也不用怕直接买正装踩雷了。芋头，你怎么突然那么开心？我刚才还和我妈说，以后买护肤品先来屈臣氏试下小样，我妈夸我勤俭持家。然后因为这个，我妈要送我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说是什么娇兰 Kiss 金钻口红，我也不懂。我进入保送生宿舍，所以 A 的取值范围是负无穷到2。芋头，
这位是？这是我的学霸发小潘子，不顾就住校了。什么学霸啦，所以都没考满分。那以后多来我们寝室。对，多来我们寝室就能考满分了。为什么？你数学不会的知识点，就问诗琪或者是一涵，他们都是数学竞赛保送的。这就是传说中的保送申请室。我们还没毕业就成传说了吗？对了，物理要是不懂的可以问他。物理竞赛保送生？对，其实不用局限物理，所有的科目都能请教一诺。也是每科都精通，基本上吧。听说过保送生离谱，但没想到这么离谱。你不是说要回你寝室了吗？真羡慕你们寝室，搞得我都不想回去了。没事啊，有空再来。那寝室确实不好，人和人都不能交流。什么不能交流？他们那个独栋别墅宿舍，每个人一间房，人和人的交流都有隔阂。对。我进入保送生宿舍。诗琪，你能不能教我这道题？可以啊，你要学哪种解法？还有其他解法？有啊，11种解法。11？那是最简单的。那就用柯西不等式吧。芋头，我觉得以你的智商，可以学8种解法。哦，你们这么看得起我的智商？这种题我初中的表妹都有8种解法，不难。云总，这是要给老师的教师节礼物吗？不是啊，那你买东西包装成这样的？不是我买的，是我之前教过的同学送我的教师节礼物。我应该想到的。都干啥？这不教师节了吗？你们都教过我，送你一台礼物。你送的什么啊？这个钢笔好好看，我喜欢，谢谢。千宝路的钢笔啊，送的这么厚的吗？哎呀，小礼物嘛。千宝路，这算可吗？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叶涵，你又要去图书馆吗？他要去上课啊？保送生不是不用上课吗？没办法，哎，不说，我也要去上课了。既然你们数学老师请假，我来带一节课。原来一涵是真上课，而我是听课。你讲宿舍保送生吗？对啊，猜一猜，这道题谁来做一下？没见过的题呀。看面子，一涵应该是不会叫我的吧？芋头上来，一点面子都不给啊！这不是昨天我问过他的题吗？这道题怎么做啊？简单，你这样写完啦。对了，回去吧。这种你知道吗？不愧是和宝丽龙住在一起，太厉害了吧！考补而已啦。今天吃的好撑啊！吃那么撑干嘛？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今天食堂免费，因为今天是好日子啊！什么好日子啊？我开心的日子啊！你开心，所以食堂免费。今天算我的。What the fuck？ 当我进入保送生宿舍，芋头，我进不出去玩吗？还在这做题？我重新算一下错题。这些题挺难的。果然是题太难，不是我的原因。心算出答案花了5秒钟。我给你写解题思路。我还是自己解吧，记忆给深刻。芋头，走吧。哎，这位是你室友吗？他叫诗琪，你好。你好，我叫阿朵。你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对，我在一中尖子班读高3，你在学习上有任何问题可以找我。我说的是你。啊？我可是尖子班的诶。他是保送生。你们是要去哪玩吗？是啊，我们准备去看珠穆朗玛峰。不是吧？你们要爬上去，很难的。不用爬。在飞机上看就行。What the fuck？